为了不让母亲织布受累，男孩在房梁上悬挂了一块布，兜住了母亲的手臂，这样每次母亲编织时，悬空的手臂有了支撑。虽然有效缓解了母亲的肩颈疲劳，但却降低了速度。最终母亲放弃了使用这个方法，男孩却没有放弃寻找为母亲减轻负担的办法。一晃10年过去了，他的母亲因为劳累过度，必须停止织布的工作，否则手臂将会失去功能。马勒苦恼地骑着出去散心，自行车还在关键时刻掉了链子，这样的生活简直糟透了。令马勒没想到的是，很快迎来了转机。他在修理自行车链子时，突然发现自行车踏板只需要耗费很小的力气，车链便能在齿轮的作用下带动车轮前进。马勒因此意识到，这个原理或许可以运用到改造织布机上面，这样生产效率会大大的提高。于是马勒开始细心地观察着织布机的运行，并用竖着肚子在土地上推算。他终于想到了改良织布机的方式。马勒兴奋地找到了朋友，将自己想在织布机的基础上进行改良，从而制作出一个有40个大针头的机器。有了这个机器以后，只需要在一侧插入一根横梁，并在其顶部安装一个轮子，接着在上面绑上一个轴，这样当使用者转动轮子时，便会绕在大头针上，接着便会带动着缠绕在固定的杆子上。只要重复这个动作，便能成功织出一匹布来。只需要给机器装了马达，它便会不停地转动，这样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也节省了人工。其他2个小伙伴听后也觉得这个方法是可行的。他在3年前期并没有资金，于是他们选择了贷款。接下来马勒便信心满满的开始收集起所需的材料，为此他还特意拆除了自行车，让其他2个朋友前来查看成果时，却忍不住对马勒嘲笑出声。他花费了6个月的时间，竟然只制造出了一个破烂。马勒口中的机器只是钉着4块木头，连着2个车轮，然后在上面缠了一些线。即便朋友说话非常难听，马勒也没有生气，他耐心地解释着自己还需要将车轮和马达连接起来，这个过程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从此以后，马勒便获得了一个工程师的绰号。他走到路上竟然会遭受到村民们的挖苦。很显然，一个地区贫穷是有原因的，大多数家庭都背负着高利贷，他们只能通过日夜不休的织布换取更多的酬劳，但那同样牺牲的是织布人的健康。生病时需要买药看病，却只能被迫借钱，陷入了死循环之中。马勒见债主要收走老夫妻的全部粮食作为抵押物时，有些于心不忍的想要辩论，却遭到了一顿挖苦。毕竟马勒也欠了一笔贷款，不知何时才能偿还。等着债主离开后，马勒呼吁的村民跟自己团结起来，一同去制造可以省时省力的机器，却不料在这遭到了其他人的否定。మన మల్లేశం మన కోసం ఏదో మిషన్ తెస్తుండట ఇక అది గిట్ట అయిందనుకో మనం ఎవ్వరు ఏం పని చేయాల్సిన అవసరం లేదు。老板会不定时的为村民们做着关于编织的表演，此外还会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如今收布商要求他们改为30个针，这意味着织布工需要将手臂伸到更远的位置，加大了对身体的损耗，但那布匹价格却越来越便宜。如果任由老板修改标准，那么大家会越来越入不敷出。终于有人站出来主动提出了抗议，证实了马勒的改良工具想法。如今时代在进步，机器去代替人工才是最佳的解决办法，因此越来越多人的观念发生了改变。父亲不理解马勒年纪轻轻为什么不外出打工赚钱，反而要保住修筑造机器。马勒趁着机会说出了内心的感想。నేనే తయారు చేయాలి ఎందుకంటే ఇంకెవరు చేయరు కాబట్టి ఎవరికి మన బాధ తెలియదు కాబట్టి మన గోసంతా ఆశతోనే అదే మనం మిషన్ చేసుకుంటే ఇట్లా సూరత్కో భివండికో పోయి కూలీళ్ళగా అధ్వానమైన బతుకులు బతకాల్సిన అవసరం లేదు. మన కళలో ఉన్న గొప్పతనం మనకే తెలుస్తలేదు, అసంటిది ఇంకోళ్ళకి ఎట్లా తెలుస్తుంది?这一夜过去后，村民们或许仍旧带有偏见，但是马勒的无私奉献成功打动了小帕的心。2人在家长们的推动下踏入了婚姻的殿堂，果然如同大人的期待一般。新婚过后的马勒在这老实本分的织起了布，小帕也加入了织布行列。然而刚过去6个月，他的手臂便痛得抬不起来。马勒发现妻子的异常后，立刻心疼了起来。他想让小帕休息一段时间，却明白根本治标不治本。于是马勒的内心在这重燃了造机器的想法。小帕了解了机器的运行原理后，便意识到丈夫的坚持是正确的。于是小帕决定支持马勒接着做下去。不料马勒一脸为难地表示自己没有研发的费用。小帕为了马勒的事业，真的将自己多年以来存的1000卢比贡献了出来。接下来马勒也开始夜以继日地投入到了研发之中。这一次他选择了闷声干大事，并没有告知任何人。在机器即将完成时，马勒想邀请朋友一起庆祝，却不料被泼了冷水。好在他们只是受到了流言蜚语的影响，在马勒真诚的邀请下，朋友们最终还是同意了和马勒一同见证机器的启动。然而当马勒心情十足的启动机器后，一侧却突然冒起了火花。匆忙的灭了火之后，马勒彻底陷入了自我怀疑之中，就连催债人也开始上门进行骚扰。父母见状，第一次对马勒恶语相向。马勒大受打击后，再次坚定了修理机器的决心，于是他鼓起勇气找到了债主，提起了自己想要再次贷款的想法。2人曾经是同学，还有一些小摩擦。虽然债主爽快地给了钱，却提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条件，那便是要求马勒为自己小时候的反抗行为道歉，并且还要摸着对方的脚祈求原谅。
马乐为了尊严并没有照做，走投无路的他只能祈求着小帕点亮金首饰。小帕考虑到是父母赠予自己的，一时间有些不舍，于是他忍不住训斥马乐一直对自己索取，却不知马乐如今濒临崩溃。两人大吵一架后，绝望的马乐产生了自杀的想法。小帕意识到自己说话重了，想要道歉，却不料马乐径直地离开了家中，直到天黑也没有回家。父母都认为马乐并没有那么脆弱，因此并不关心他的去处。此时的马乐却已经用绳子绑住了双脚，准备跳入河中。突然他想起了当时求婚时，小帕的父母因为家境悬殊，并不愿将女儿低嫁，是小帕坚定地选择了爱情，两人才得以成婚。于是马乐冷静了下来，他无法去指责一个始终坚定不移选择自己的妻子。于是马乐放弃了自杀，回到了家中。他主动找到了小帕，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小帕也在等待丈夫回家期间想清楚的解决办法，最终小帕同意了将自己的首饰典当，但有一个条件，要在2年内把机器造出来。为了让马乐心无旁骛的造机器和挣钱，两人一同决定搬进了城里生活。马乐通过朋友提供的3蹦子，开始了拉客赚钱的生涯。由于他太过老实，经常遭受乘客的刁难，本来是约定好只拉2个人的单子，却被迫多拉了4、5个孩子，还有长途的单子，可能因为他没有计价表，对方不愿多给车费。马乐失落的回到家后，发现小帕竟然还在等自己一同吃饭，这也给了他无限动力。接着马乐接到了醉醺醺的酒鬼，对方讲起了自己的爱情故事。送到地方后，酒鬼要求马乐付出出来，否则不给车费。马乐以为要自认倒霉时，却被对方强行叫住，还塞了一笔小费。接下来马乐在送拉货的花店老板时，得知他初来城市中身无分文，靠着卖花如今有了2处房产。备受启发的马乐决定骑着自行车并批发了一些花，准备走街串巷的售卖，却再次和曾经的酒鬼黑子偶遇。对方也是个热心肠，清醒状态的他很快认出了马乐。黑子发现对方改了生意之后，便趁机给他教授了一些技巧，但是马乐因为性格原因根本放不下面子叫卖，因此忙碌了一天一无所获。马乐烦躁的想要将花全部丢弃时，一个祈祷的小女孩却恳求他一些施舍，直到马乐将自己的花全部给了小女孩，所便心情低落的回到家中。小帕察觉到了马乐的情绪后，给予了他精神上的支持。马乐意识到这里没有计价器，拉客很容易被偷单，于是便决定将3蹦子改成货车，即将拉货。小帕得知后选择了支持，不料马乐因为载的货物太重，经过颠簸路段直接翻车了，车也因此彻底损坏。得知马乐因此住进医院，小帕为了照顾他，一夜都未合眼。马乐得知后，一个心疼的让妻子回家休息，随后他便自己开始消化起情绪。突然马乐发现一旁病床上的男人正在写写画画，于是他好奇地询问起对方是做什么工作的。男人表示自己是电工，为了接下来的考试正在研究一本电路的书。马乐这才意识到自己制作的机器起火，真的吃了没文化的亏。于是马乐开始借书研究起来。电工醒来时发现马乐正在翻看书籍，便决定用电路图考他。马乐的回答彻底刷新了电工的认知，他现在对电路有所了解，并且为了了解英文事宜，他还随身带了字典。电工既然被马乐的精神打动，于是便接受马乐前往进入工地当电工助理。前任得知他手头有点紧，还仗义的塞了一些钱。有了工作后的马乐生活大大的改善了。此时小帕也怀了身孕，他欣喜之余决定陪着妻子回一趟娘家，却再次遭遇了指责。岳父岳母得知女儿为了支持马乐制造机器，典当了所有的金饰，立刻愤怒地指责起马乐。好在小帕一直站在马乐的身边，夫妻俩回到了城市中。小帕却因为异常出血需要卧床休息，既然得知此事后，便仗义的让马乐提前1小时回家，剩下的工作由他来解决。这也给了马乐一丝喘息的机会。在马乐的精心照顾下，孩子顺利出生了。于是马乐带着妻儿回到了家中看望父母，便想趁机将机器带走，不料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在他看来，这个机器费力不讨好，因此父亲不准马乐在这处跑，甚至直接将汽油倒在了机器上，将它彻底焚毁，数日的心血被毁。马乐却反过来夸父亲帮了自己大忙。大家都以为马乐受了刺激，不料他竟然开悟了。事实上，用木材制作的机器根本带动不起来。马乐一直被困在原地，是因为自己在机器身上花了很多的钱，不舍得将它丢弃。于是马乐下定决心，用钢铁材质重新建造新的机器。马乐满怀信心地重回到城市之中，他在基兰的介绍下结识了用车床的老板杜乐。当马乐展开建造图时，对方就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伸出援手。突然马乐留意到杜乐对身上的围巾十分爱惜，据马乐所了解，这种围巾的花色10年前就已经绝版了。于是马乐好奇地询问起围巾的由来，杜乐遗憾地感慨着，这是祖父生前送给自己的，可惜这种花色根本在市场上找不到第2条了。马乐却非常清楚，围巾之所以找不到同款，是因为它的工艺太过复杂，所以马乐口述起了制作的过程。没料到这一次闲聊有了意外收获。అట్లా సుట్టి సుట్టి మా అమ్మ బొక్కలు అరిగిపోయినాయి, అందుకే నేను మిషన్ తయారు చేస్తున్నా. तेरी आंसू की कहानी सुनकर अब्दुल के आंखों में भी आंसू आ गए. तेरी अम्मा को बहुत चाहता नहीं तू. 马乐的孝心成功打动了杜乐，他决定不留余地的帮助马乐完成心愿。接下来马乐开始动工，
由于钢铁材料更加昂贵，他将所有的积蓄都花掉了。然而建造的过程中仍旧困难重重，所以很多事情马勒都第一次尝试。在钉钉子时，不小心就会敲到了手指。即便如此，马勒仍旧坚持自己动手。父亲因此很久没有收到马勒寄来的工资了。他们决定选择默默支持，不再对马勒发表任何意见。马勒按照起初的模型，重新用钢铁焊制后，很快就将雏形做了出来。小帕用孩子的手开启了机器的开关，这一次机器顺利地运转了起来。马勒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机器，最终得出了结论。他觉得自己用12个纺锤太少了，每次只能绕主轴旋转一次，这是个制作小型设计。于是马勒决定大概增加到40个纺锤体，才能制作庞大而精致的设计，这样主轴每次都能旋转7次。但是马勒却意识到，增加这么多纺锤体却需要400多条同样的条带，如今这个机器根本无法增加这么多。马勒因此再次遭遇了瓶颈。小帕建议他去询问专业的人，于是马勒便来到了学校。在一个女生的引荐下，他见到了机器制造业的教授。对方得知马勒成功建造出了一台机器后，对他肃然起敬。苏教授便要求马勒坐下，一同探讨起了他遇到的问题。教授得知马勒遭遇到了控制条带空间不足的问题，思考了一会儿后，便提议他用电子控制器，但是要设计晶体管这条昂贵的材料，大概费用需要花3万卢比。马勒听到后彻底绝望了，这对于他来说简直是天价。直到马勒以为应该听天命时，却在一个摩托修理工的手中发现了新的解决办法。马勒激动地跑到了杜勒面前，讲述起了自己的办法。他可以用40个主轴的大齿轮去代替400条发带，一个小齿轮则可以绕主轴旋转10到20次，就相当于钟表上的控制时针和分针的大小齿轮。杜勒理解后支持马勒继续行动下去。当马勒再次改良后，因为自己的机器万无一失时，却被妻子发现了异常。机器的纺织方向只有一条直线，事实上纺织的手都是8字形排列的。马勒只觉得天都塌了。心态爆炸的马勒听到公众嘲讽新闻上因为走投无路选择自杀的纺织工，只得和他大打出手，最终惨遭开除。马勒最终将所有的怨恨发泄在了机器上，他决定将机器拆除后卖掉。如今距离答应小帕的2年制约只剩下了2周，马勒对于无法完成承诺充满了愧疚。如今他将机器当作废品卖掉，也想急着止损。小帕却不忍心看着丈夫的心血被毁，劝说着他将机器重新买回来。马勒却不为所动。突然他发现小帕正在用筒子缠线，便想要过去查看。马勒发现需要一个小小的筒子就会将线缠成了8字的形状，于是他快速地跑到了废品站，拦住了即将离开的车子，将自己的零件重新带回了家中。经过马勒的重新组装改良后，纺织机器终于问世了。他迫不及待地将机器带回家乡，准备展示给大家看。不肯相信马勒能够成功的债主当中赌了1000卢比，曾经一直支持马勒的人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房子追加了赌注。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马勒在众目睽睽之下要求了母亲按下开关，确保了机器并没有动静。即便如此，抵押的房子的人并不慌张，他无条件地相信了马勒能够成功。果然马勒这次不慌不忙地查开了马达后，发现离合片出现了问题，立刻进行了更换修理。所在众人的期待下，马勒邀请了母亲，趁着开启了这台代替人工的纺织机器。看着一条条线被快速地缠入在机器之中，所有的人都开始为马勒的成功欢呼。债主一代此时灰溜溜地逃走了，唯独父亲悔不当初，不肯现身。他对曾经毁坏儿子机器的行为感到十分羞愧。马勒察觉到父亲的异常后，主动邀请他一同走出房屋，见证了机器的奇妙。由于防着机器的出现，母亲彻底解放了双手，她不再用身体健康作为代价，只需要轻轻地按动机器，便可以抵母亲辛苦的数个日夜。本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改编，